明天皇马主场对阵阿拉维斯，老 K 预计这场球怎么都得赢下来。最近这个礼拜在1/4决赛欧冠输给了拜仁慕尼黑之后，皇马几乎已经开始了下赛季的筹划，因为他们已经肯定或者叫几乎肯定连续第二个赛季颗粒无收。目前还剩下西甲联赛，可落后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已经有9分，联赛只剩7轮。最关键，巴萨在欧冠也被淘汰了，也是单线作战。那么首先是主教练方面，虽然现任的临时主教练阿韦罗亚和主席老佛爷的关系很密切，他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德里主义者，但是现在继续执教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老佛爷在皇马内部的立场和过去处理类似情况的方式一脉相承，如果没有胜利没有冠军，教练是无法留在皇马的。在周日的时间，阿韦罗亚召集皇马全队开了个会，要求所有的球员在赛季剩余时间保持投入，保持团结，这也是大家职业精神的重要性。在会上，队长卡瓦哈尔发表了讲话，表达了和阿韦罗亚相同的观点，尤其是本赛季卡瓦哈尔饱受伤病困扰，也在西甲失去了主力位置。本赛季至今仅仅在联赛中出场了13次，而他的合同将于今年6月到期。目前皇马更衣室多名球员已经表示支持阿韦罗亚和他的教练组，也公开表示支持他继续担任主教练。可这没有用，决策权在老佛爷身上，阿韦罗亚大概率会被解雇。而关于皇马的帅位和穆里尼奥联系在一起的传闻，最新的报道，首先皇马不会任命像法布雷加斯那样的少帅，但是他们也没有联系穆里尼奥。现在在下赛季皇马的主教练排行榜上，概率最高的是波切蒂诺。所以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像法布雷加斯包括伊劳拉这样的少帅人选，这主要还是因为连续任用了2位少帅，哈维·阿隆索和阿韦罗亚，结果都不好。不过关于波切蒂诺，也包括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呢，皇马也不希望选择一位即将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教练，因为这会严重干扰下赛季前皇马的备战计划。所以除了穆里尼奥被提及，另一个名字呢，就是 AC 米兰主帅阿莱格里。老佛爷曾经在其他的场合已经跟他接触过。还有除了新教练的人选外，皇马正在分析球队在夏天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要引进罗德里或者一名中后卫。而穆里尼奥，皇马方面还没有主动跟他取得联系，而穆里尼奥本人也倾向于先履行完和本菲卡现有的合同，首要任务是顺利打完本赛季。不过穆里尼奥对皇马的传闻也不是充耳不闻，他其实能够听到这些风声，也清楚自己的名字依然在皇马这里具有分量。穆里尼奥更加明白，皇马是一个特殊的舞台，那里对他来说永远都是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他曾在皇马收获了快乐。所以如果未来皇马出现相关动向，穆里尼奥会加以考虑，但目前仅此而已。眼下他心态平和，也从未接到过来自皇马的电话。朋友们，今天18岁的亚马尔荣获了劳伦斯奖年度世界最佳年轻运动员奖。新闻发布会上，亚马尔还说，梅西是历史最佳球员，我希望追随他的脚步。不错，亚马尔非常顶，以梅西为榜样，追随他的脚步，对像你这样的小将职业生涯肯定没有任何坏处。老将梅西在今天迈阿密国际客场3-2战胜科罗拉多急流的比赛中，一个人又打进2球，职业生涯进球数已经905球了。这也是紧追着 C 罗的步伐，梅西和 C 罗的历史进球数差正在缩小。所以感谢大家对老 K 足球新闻的支持，喜欢的话不妨点一个订阅，也谢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而现任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仍然是最热门的人选，他深受老佛爷的欣赏，所以这让他的上位可能性正在持续升温。波切蒂诺过去的执教理念，他带队的经验，还有对年轻球员的培养能力，都让他在皇马主帅的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至于德尚，虽然他的管理能力还有赢球的能力，以及德尚和姆巴佩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都确实符合老佛爷的偏好，但是在皇马会员群体内部，德尚并不能获得一致支持。所以现在看来，还是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可能性更大。他和美国队的合同将持续到本届世界杯结束以后。老佛爷本身就很欣赏他，已经询问他能否应对执教皇马的压力。另外，球员方面虽然有许多转会传闻，但卡马文加并不打算离开皇马。对此，现任主帅阿韦罗亚也给予了他的信任。他谈到卡马文加他很难过，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裁判方面的错误。很明显，裁判不知道卡马文加已经有了黄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卡马文加很受伤，因为他知道欧冠对皇马有多重要。卡马文加现在有我对他的信任，还有俱乐部的信任，也有球迷的喜爱。我希望他能在这里再待很多年。但皇马队内的老将像阿拉巴，今年夏天是一定会离开。阿拉巴过去2年呀，在皇马每分钟出场的薪水成本已经高达45135欧元。21年夏天，他是以自由身从拜仁慕尼黑加盟皇马，年薪税前总额达到了2250万欧元。加盟前2个赛季呢，阿拉巴表现很出色，从第3个赛季开始就频繁受伤，逐渐淡出主力。本赛季他在队内几乎沦为了边缘球员，仅仅出战13次，4次首发，因伤缺阵15场，21场坐在替补席，累计出场只有398分钟。虽然阿拉巴的品行无可挑剔，他也坦然接受了自己在这个赛季队内的角色。合同将在今年夏天6月到期，但由于长期缺少稳定的出场机会，他也始终无法找回受伤前的巅峰状态。好，今天又突然传出来曼联正在密切关注皇马中场楚阿梅尼的情况。由于卡塞米罗要走，曼联非常希望在今年夏天引进一名顶级后腰。26岁的楚阿梅尼正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并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上成为法国队的关键球员，所以他在曼联的引援候选名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楚阿梅尼跟皇马的合同将持续到2028年，这件事的影响跟皇马今年夏天要不要引进曼城中场罗德里有关。如果要引进新的中场球员，那么皇马是否需要通过出售球员来筹资呢？现在曼城罗德里的合同将在下赛季结束后到期，曼城已经给罗德里提供了一份新合同，但如果皇马决定正式追求29岁的中场罗德里，那么这也可能会为曼联引进楚阿梅尼打开大门。还有像切尔西的中场球员恩佐也对加盟皇马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另外，除了楚阿梅尼，皇马也可能会愿意听取对卡马文加的报价，这同样可以作为另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曼联本来呢是欣赏森林队的中场球员埃里奥特安德森，但诺丁汉森林被认为至少要价1亿英镑，而如果诺丁汉森林成功保级，这个要价就真的不是天方夜谭了。曼联虽然欣赏安德森，但如此高昂的转会费可能会成为重大障碍。还有今年夏天曼联希望至少引进2名中场球员，如果乌加特离队，那么甚至可能再引进第3名中场。乌加特这位乌拉圭的中场球员24年以5050万英镑从大巴黎转会而来之后表现很挣扎。另外曼联还在关注纽卡斯尔的中场托纳利以及水晶宫队的中场亚当沃顿，不过沃顿被认为和梅努的技术特点过于相似，不太适合作为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梅努已经预计将与曼联续签新合同。好，皇马和拜仁最近还被联系上跟纽约红牛年仅17岁的中场小妖阿德里·穆罕默蒂有了联系。穆罕默蒂本赛季已经进入纽约红牛一线队，赛季至今出场9次，场场首发，1个进球2个助攻。这位美国小球员的表现现在吸引了拜仁和莱比锡的强烈兴趣。此外，皇马也被建议派遣球探现场关注他的表现，而皇马自己的青训也正在结出硕果。今天他们的 U19 青训队在欧洲青年联赛的决赛当中通过点球战胜了布鲁日，以总比分5-3夺取了欧青联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第2次夺得欧青联冠军，仅次于巴萨。好，现在随着本赛季皇马成绩的下滑，金球奖的风向已经产生了突变，哈里凯恩反超了姆巴佩，姆巴佩已经不再是金球奖头号热门。当前在预测中，哈里凯恩以 29% 的概率领跑，成为最被看好的赢家。凯恩是43场51球6助攻外加联赛冠军，而姆巴佩39场40个进球6个助攻，但团队荣誉是0。不过金球奖从来都不只是数据游戏，更是故事加荣誉加影响力的综合评选，所以现在哈里凯恩领先是非常合理的。但要说稳拿金球奖还远远谈不上，最终今年的欧冠冠军和世界杯冠军也将左右这个评选的结果。 OK， 另外关于明年皇马的建队计划，现在皇马已经确定姆巴佩和维尼修斯都是非卖品，这2个人下赛季必须继续留在队中，所以也基本等于给了外界一个明确信号，不管外界怎么传，银河战舰这一届未来的进攻核心仍然是姆巴佩加维尼修斯，一边是维尼修斯的突破和撕裂防线的能力，另一边是姆巴佩的终结和爆破能力。这套组合已经不是试验阶段，而是皇马舰队的基石。仅从纸面上看确实无可挑剔，但实际的效果总感觉强扭的瓜不甜，
一个单刀射不准，另一个防守是坚决不参与。这两位大哥在皇马的感觉总让人觉得有些一山不容二虎。有意思的是，今天的训练当中，姆巴佩在抢圈训练当中无意的用球踢中了维尼修斯的要害。当时皇马几个球员在进行抢圈训练，维尼修斯把球回给了姆巴佩，姆巴佩将球踢起来，正好击中了维尼修斯要害。随后维尼修斯捂着裆部，姆巴佩则走过来向他致歉，好在并不严重。不过一旁的楚阿梅尼也贡献了表情包。说个冷知识在皇马的队史决赛参与进球的排行榜单上，现在维尼修斯、C 罗、本泽马、普斯卡什是并列第一，同样是16个球。迪斯蒂法诺的13个球排在第二。目前维尼修斯的续约方面，皇马已经没有了疑虑，他们的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据说维尼修斯也已经下定决心，官方对续约的公告预计将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发布。维尼目前的合同27年6月到期，双方此前一直续约没有谈成，但维尼修斯球员方面手握了主动权，可以要求涨薪。皇马虽然不愿放人，但也面临球员免费离队的巨大风险。如今维尼修斯即将进入合同最后一年，这绝非好消息。老佛爷执掌的皇马是不允许在这种决策上完全失去主动权，所以维尼修斯的续约事件很快就会迎来最新发展。那么在俱乐部的生涯方面，维尼和姆巴佩他们都没有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不过俱乐部仍然对他俩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为皇马再做出巨大贡献。姆巴佩自己也很清楚，目前的表现他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他也毫不掩饰，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亏欠皇马的球迷，尤其是皇马俱乐部。俱乐部已经对他未来的发展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他身上没有任何一丝疑虑。他明白在以后的关键时刻，他的贡献至关重要。好，还有现在热刺队的中场球员萨尔已经吸引了拜仁、皇马和大巴黎的兴趣。由于热刺现在英超很可能会降级，这让萨尔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顶级的俱乐部都准备在合适时机采取行动。好的，今天英超水晶宫主场0-0战平了西汉姆联，所以最引人注目的关于热刺队降不降级这件事还没有定论。33轮战罢，西汉姆联领先热刺2分。今天的比赛铁锤帮踢得相当不错，保持这个精神，保持这个状态，真的很有希望保级。看热闹的球迷都在期待下赛季英冠能不能拥有最豪华的托特纳姆热刺体育场。好，英超昨天阿森纳是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在中场哨响后，赖斯在场上向厄德高在喊话，还没有结束，争冠还没有结束。所以即使输了球，赖斯也第一时间在场上鼓舞队友。现在阿森纳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乏力，赢比赛必须得进球，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锋线球员真不知道怎么进球，所以角球战术一旦失灵，每一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尔特塔明显不太会调教进攻，泽凯赖什也都是瞎忙活，一身汗，基本上却没有围绕他的打法。他在阿森纳的地位更像一个工兵，或者说阿尔特塔体系里每个人都是工兵，就没有一个会进攻的。而在比赛中，哈兰德在跟加布里埃尔的交手当中不仅衣服都被撕烂了，而且全身各种伤。哈兰德说，我背上有好多抓痕，女朋友看了不太高兴。我记得我的球衣都被扯烂了，但对方却没有被吹罚犯规。这就是现在的英超，这里那里都像是在摔跤，许多对抗，许多抓痕。有时候我老婆对此不太高兴，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但这就是现实。而我跟加布里埃尔那一次对抗，如果我倒地，那就是红牌，但我绝不会这么做。我父亲教导过我，要站稳，别当那种假摔的家伙。这就是现实，也许我该倒地，也许那会更容易，但我没有，反而因此我还吃到了黄牌。而在曼城阿森纳的比赛中，比赛第83分钟，当时加布里埃尔和哈兰德之间发生冲突，随后事态进一步扩大，两队球员纷纷围上来，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可是就在两队球员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的大师级球员谢尔基只是看了一眼，默默走到足球旁边，然后掂起了球，最后又抱着足球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切尔基各种名场面，各种骚操作，属于你们打你们的，爱咋咋地。好，虽然输了球，但目前超级计算机依旧相信阿森纳大概率还是能夺得英超冠军。输球之后的阿森纳夺冠概率从 85.2% 下降到 73%， 曼城夺冠概率则从 14.8% 上升到 27%， 所以阿森纳的夺冠概率依旧远超曼城。
但另一个数据，从2004年至今，阿森纳已经在联赛领跑了973天，但从来没有一个联赛冠军。同期的曼城领跑了1200天，却取得了8个联赛冠军。这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人比人真能气死人。现在许多枪手球迷都认为主教练阿尔特塔确实没有勇气。虽然阿森纳是一支争冠球队，虽然现在仍然是领头羊，但英超任何球队在踢阿森纳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对过去曼联和曼城的畏惧的感觉。所以每次阿森纳总是领跑，最后又把冠军拱手送给反超的曼城。这领跑973天没有冠军，曼城1200天却有8个联赛冠军，实在对比太强烈。好，英超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前锋戈登方面，他已经愿意加盟拜仁慕尼黑，双方在未来几周会进行会谈。而如果拜仁愿意满足7500万英镑的报价，纽卡愿意出售戈登。只是老 K 在想，这25岁的戈登怎么也不可能值7500万英镑吧？这要是摊上户口本的因素，卖给英超其他的豪门冤大头，那还有点可能。拜仁又不贪图你户口本，买他干嘛？现在纽卡经历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过去11场比赛输掉了8场，所以他们必须在今年夏天出售球员。本赛季为了填补伊萨克离队后的空缺，主教练曾经让戈登出任左边锋、中锋和右边锋，可在英超联赛只攻入了6球，其中还有3个是点球。而昨天结束的西班牙国王杯决赛中，皇家社会是在点球大战击败了马德里竞技，成功夺冠。让人唏嘘的是，比赛结束后，皇家社会球员们唱着象征着巴斯克民族精神的歌曲《小鸟啊小鸟》，还拿出一件印有埃托萨巴莱塔的球衣，将它套在了国王杯冠军奖杯上。这位埃托萨巴莱塔是一位球迷，在1998年，他当时只有28岁，却被马德里竞技的极端球迷持刀杀死在卡尔德隆球场附近的酒吧外。事后，持刀杀人的凶手被马德里最高法院判处了17年监禁，赔偿3000万比塞塔。但另外3名帮凶由于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凶手之后还曾因在假释期间往监狱走私毒品、假释期间未经许可擅自出境等原因重新关押。而凶手至今也没有向对方的女友及家人支付赔偿金。而2018年，当时的帮凶之一还参与了另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当时这伙人发现有一名22岁的马德里竞技球迷和皇家马德里极端球迷组织存在联系，所以就刺了他3刀。1998年，球迷埃托萨巴莱塔的遭遇推动了西班牙打击足球暴力的进程。西班牙在2007年设立反体育暴力法，许多球队解散了极端球迷组织。而为了纪念埃托萨巴莱塔，皇家社会还将死忠看台命名为埃托萨巴莱塔看台。当时那一场血案也导致皇家社会球迷视马德里竞技为血仇。比起球员直接加盟毕尔巴鄂竞技，许多球迷更接受不了自己的球员加盟马竞。所以12年前，格列兹曼加盟马竞，加盟初期遭遇了皇家社会球迷铺天盖地的谩骂。后来勒诺尔芒加盟马竞，也迅速成为了皇家社会球迷唾弃的对象。尽管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格列兹曼始终保持着对皇家社会最大的敬意和爱意，但仍然有许多皇家社会球迷会在格列兹曼到达的时候对他进行辱骂。本场比赛决赛中，皇家社会球迷在现场拉起了埃托萨巴莱塔的巨型横幅。而在球队获得胜利以后，许多球迷涌向了埃托萨巴莱塔看台。一位球迷拍到有一群孩子走向埃托萨巴莱塔的灵位，一边喊着“你创造了历史”，一边跪下向他致敬。而决赛输掉之后的马德里竞技在全队返航的时候，在飞机上弥漫着葬礼般的氛围。输球以后，球员们的泪水和沮丧清晰展示出马竞球员目睹国王杯冠军奖杯失之交臂时的心情。凌晨2点15分，床单军团的飞机降落在机场，整个飞行过程中弥漫着葬礼般的氛围，全场寂静，痛苦而且悲伤。夺冠之后的皇家社会后卫奥德里奥索拉，他带着女儿上场庆祝，还把女儿塞到了国王杯奖杯里，萌萌的样子真是可爱。最后，皇家社会的队长带着队友们还往国王杯里倒了酒来享用，哈哈，这是真正的女儿红啊！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